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银与血的下半卡池塞利尼亚。根据已经公布的消息，塞利尼亚是教会阵营的猎杀者，月相是满月，装备是轻型，这代表它也可能会是一个输出。塞利尼亚的特性会在战斗开始时为站在自身前方和左侧一格的角色永久的施加攻速提升小的能力，此效果无法被驱散。攻速提升小这个能力，若只单独来使用是没什么作用的，因为提升太小了。尤其是你只给一个攻速普通的角色，那就更是和没有一样。所以这两个位置最好要给本身就有一定攻速或能提升攻速的角色，又或者是在装备上也有攻速提升的角色来使用会更好。特性的第二个能力会使逐风意志成员闪避基本攻击时为其添加一定层数，可维持一定时间的风鸣之语，每个角色一定时间内只会触发一次此效果。根据大佬的拆包数据，逐风意志成员每次闪避基本攻击都可以获得1层风鸣之语，可持续10秒，而且间隔2秒就可以再次发动，效率不算太低。每层风鸣之语可以使暴击率和暴击增伤提升，有最高叠加层数。根据大佬的拆包数据，每层风鸣之语可提升的暴击率是 6%， 暴击增伤是 8%， 最高可叠加20层，也就是最高可获得 180% 的暴击率和 160% 的暴击增伤。不过由于风鸣之语只能维持10秒，加上最快也要2秒才能叠1层。当你叠到第5层的时候，同时也会失去1层风鸣之语。所以靠特性来叠加的风鸣之语，实际上最高也只能叠4层而已。当然要这么极限到每2秒就可以固定触发一次，在实战中也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常规来说，我们只计算3层会比较合理。3层风鸣之语只能获得 18% 的暴击率和 24% 的暴击增伤。若想叠满20层，恐怕还需要依靠其他方法。塞利尼亚的战技每普攻一定次数就会释放一次，战技会对主目标方向扇形发射多枚羽毛，所以这是个范围输出。战技命中后会对敌方造成一定伤害，并为其施加一定层数的光耀之语。根据拆包资料，塞利尼亚只要普攻3次就可以释放1次战技。战技的伤害是 600%， 并且每次命中敌方都可以为敌方添加1层光耀之语。虽然塞利尼亚的战技和提风一样都是3次攻击后触发，伤害数值也都是 600%， 但提风的战技是单体输出，只能对主目标造成伤害，而塞利尼亚的战技却是范围输出，能对所有命中目标都造成伤害。所以在战技输出的方面，塞利尼亚是高于提风的。战技所添加的光耀之语本身没有任何效果，只有在携带者死亡时，死者身上的光耀之语才会转化为风鸣之语，加到塞利尼亚身上。你也可以把光耀之语当成是暂时储存在敌方身上的风鸣之语，等敌方死亡后才将风鸣之语一次性全部回收回来。由于塞利尼亚的闪避率没有提风那么高，再加上猎杀者也不可能会站到前排去吸收火力，所以它无法像提风一样靠闪避来叠加风鸣之语，只能靠回收敌方身上的光耀之语来转化为风鸣之语。塞利尼亚的普攻也会给命中的主目标添加1层光耀之语，这样就不必担心只靠战技来叠光耀之语会太慢了。塞利尼亚的奥义会对指定目标造成大量伤害，并将它设定为主目标。释放奥义后会将全场所有光耀之语回收，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风鸣之语层数。每回收1层光耀之语就会对目标造成一定伤害。奥义也会在一定时间内为所有逐风意志成员分享塞利尼亚一定比例的风鸣之语的暴击增伤。有了奥义的技能，塞利尼亚就可以更有效地将光耀之语回收了，不再需要被动地等待击退敌人才能回收光耀之语。根据拆包资料，塞利尼亚的奥义是4费，奥义的伤害倍率是 4500%。拆包资料中
还有官方没有提到的技能效果。塞利尼亚的奥义是可以对主目标和周围的敌方也添加2层光耀之雨的，所以周围的敌人越多，塞利尼亚能回收的光耀之雨也会越多。这点在使用奥义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在打活动本的时候也要尽量的往人多的地方去释放奥义。根据拆包资料，回收光耀之雨时可以造成的伤害倍率是 300%， 那么2层就是 600% 了。所以实际上塞利尼亚奥义对主目标的伤害也是有 5100%， 并且也一样可以对周围的敌方造成 600% 的伤害。绕了这么大一圈，结果塞利尼亚奥义的倍率竟然和提丰是一样的。既然倍率完全一样，那么提丰和塞利尼亚谁的奥义伤害更高？首先，塞利尼亚是个满月轻型装备的眷属，职业是个专注于输出的猎杀者，而提丰只是个残月中型装备的眷属，职业是攻守兼备的力战者。提丰的攻击数值只有9544，而塞利尼亚的攻击数值则肯定可以破万。目前唯一攻击没有破万的满月轻型猎杀者，也只有多雷斯一人而已。即便是这个攻击最低的猎杀者，他的攻击力也是高于提丰的。所以在攻击力这项数值上，是塞利尼亚胜过提丰。接下来要比较的另一个关键数值就是暴击增伤了。提丰虽然有很高的暴击率，并且拥有暴击转暴击增伤的能力，但实际上它能靠奥义转出来的暴击增伤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未经培养的情况下更是拮据。提丰的暴击增伤更多还是要依靠塞利尼亚来提供。塞利尼亚的奥义可以分享一定比例风鸣之雨的暴击增伤给逐风意志的成员。根据拆包的资料，这个分享的比例是 50%， 也就是塞利尼亚可以分享一半来自风鸣之雨的暴击增伤给提丰。塞利尼亚叠满20层风鸣之雨就可以获得 160% 的暴击增伤，也就是可以分享 80% 的暴击增伤给提丰。若再加上提丰自己靠闪避来获得的3层风鸣之雨，提丰已经可以从塞利尼亚这里得到 104% 的暴击增伤。这可比提丰自己开奥义靠溢出的暴击率去赚暴击增伤要简单多了。银雨血的初始暴击增伤是 150%， 满暴击增伤则是 300%。这么一来，提丰在获得塞利尼亚的暴击增伤后，就已经有 254% 的暴击增伤了。剩下的一点，只需要依靠装备、遗产和提丰自身的暴击率转暴伤的能力，就可以达到满暴击增伤了。那么，塞利尼亚又能达到多少暴击增伤？前面也说过了，塞利尼亚只需要叠满20层风鸣之雨，就可以获得 160% 的暴击增伤。加上初始的 150% 暴击增伤，即使不经过培养，也可以轻轻松松就突破了 300% 的满暴击增伤。装备也完全不需要再洗暴击伤害，甚至连撒旦之息的暴击伤害提升，对塞利尼亚都是溢出的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将溢出的暴击增伤再转超暴击的能力。还有一点我比较在意的是，官方在已公布的技能资讯中所提到的分享给逐风意志成员的风鸣之雨，全都是有持续时间的。唯独塞利尼亚靠奥义回收光耀之雨转化的风鸣之雨是完全没有提到有持续时间的，即使是拆包的技能中也没有提到有持续时间。如果塞利尼亚自身的风鸣之雨真的没有持续时间，那就代表它只要叠满20层，后续整场战斗它都会处于满暴击增伤的状态，真的非常恐怖。塞利尼亚的风鸣之雨可以为他提供 120% 的暴击率，加上提丰的风翼还能再给他 60% 的暴击率，加起来也有 180% 的暴击率了。在敌方没有高抗暴的情况下，要打暴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提丰和塞利尼亚的奥义在费用、倍率和范围几乎完全一致，两人也同样能达到最大的暴击增伤，只是塞利尼亚会更容易一些。但塞利尼亚胜在攻击数值比提丰高，而且战绩能打范围伤害。
被战绩命中后敌方身上的光耀之雨，在奥义回收后也能造成伤害。这样看来，有很大的概率，塞利尼亚的输出能力是大于提丰的，他才是这次版本真正的大将。这样的设定我觉得很好，上半池有雍容作为诱因，不管你是想要色还是想要属性加成，总之至少有个抽的理由。以往下半池官方都会送一只，加上角色又没那么重要，所以大家都不抽了，官方也赚不到什么钱。现在这种把强力角色放在下半池的做法，不仅能让大家找到抽下半池的理由，送一只可以减少大家抽到3突的花费，大家也会更乐意去抽，这是个双赢的结果。整体来说，这对游戏的发展是正面的，这也是官方近几个版本少数比较正面的改动了。从此上半池是色，下半池是强度，分得清清楚楚的，大家各取所需。不然按照以前强度都给上半池的做法，以后官方想出个有强度的男人，恐怕也不好办。有本事你就出个男人来让我玩玩看啊，我就看你敢不敢出。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